这是准哥的最后一次变身。本集绝对是全剧最悲壮的一幕，基石准用尽最后的一丝力量，却最终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沟吕木审判的对象。在上一集安息中，基石准全然不顾预知者的警告，再次变身，在最后时刻救下了即将殒命的矿场工人，但几乎极限的身体根本抵抗不住异生兽的轮番攻击，计时器很快开始闪烁。此时夜袭队终于赶到，并发射光线支援奈克瑟斯。奈克瑟斯在得救之后，两发粒子之雨终于打退了异生兽的袭击，危机暂时解除了。但极度虚弱的身体使奈克瑟斯再次消失在了原地。此刻的基石准犹如风中残烛，没有夜袭队的及时支援，可能已经倒在了战场之上。在迷雾中，他望见了塞拉的身影，即使自己已经这样，却依然自责不已。这时，基石准突然被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正是沟吕木给他安排的中烟之地。此时，一身兽库图拉缓缓出现，可就在山脚之下，还有着昏迷的佐久田。虽然这些都是基石准的梦境，但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孤门的呼喊下，基石准才从昏迷中苏醒。他顾不上休息，便召唤出十之翼，赶往中烟之地。孤门询问着他为何要这么拼命的战斗，但就连基石准自己也还没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でも、そんな体で戦えば、あなたは死んでしまう。僕らだって戦います。だから、行かせてあげなさい。没想到到最后，一直将基石准视作敌人的西条子，是第一个理解基石准的。急ぎなさい。じきに MP が到着する。すまない。事后，西条子也再次问起了孤门为何会如此信任基石准，这也揭开了孤门儿时溺水的经历。就在孤门被水流冲走之际，一个神秘人伸出手将他救起，并告诉他不要放弃。最终，这个神秘人消失在一片光芒中。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后来孤门多次遭遇险境之时，再次听到了不要放弃的声音，而救援之人正是基石准。因此，在孤门的心中，基石准就是那个神秘人。但是，当你仔细回看后，会发现那个神秘人穿戴着夜袭队的手套，很明显并不是基石准。同时，也在奈克瑟斯10周年访谈中透露，那个神秘人其实是西条子。因为这救援的一幕，在最终话的忘川中和孤门救援西条子的一幕产生时空重叠了。忘川中的孤门救了西条子，而西条子则救了年少的孤门。那声不要放弃，就是孤门向西条子所说，但它的来源正是基石准救援孤门时诉说的。它已经刻在了孤门的 DNA 中，并且在大结局的最后时刻，孤门将不要放弃再次传递给了遇险的小男孩。这也正是本剧纽带传承的体现。其实以上的时空重叠救援一幕以及过去的各类事件都会在原剧情中展现出来，但随着后期剧集的删减，这些内容最终没能实现，算是一个遗憾了。在了解到孤门的故事后，西条子的心中也早已改观了对于基石准的看法，但儿时父母被异生兽杀害的一幕依然深根于他的内心，这也是直到大结局一直深埋的伏笔。画面一转，根来还把玩着迪迦中的时光机，而研究飞碟三人小队已经从各个遇险的地点中通过字母的重新组合找到了秘密。7つ目の封印が解かれし時、深夜0時、闇の扉は開き、終焉の知恵と通じ。同时，这一秘密也被预知者解开，这正是对应了启示录上关于中烟之地的描述。没想到沟吕木的计划会以这种方式明目张胆地告知夜袭队，而最终的地点正是新宿中央公园，这里也曾是奈克斯特大战的万的地方。于是，在黑暗大门开启的最后时刻，夜袭队全员出击，而根来顺着地图独自一人来到了地下隧道，但没想到却遭遇了异生兽的袭击。库土拉的触手死死地拽住了根来，关键时刻基石准及时出手，终于将根来解救。同时，他警告根来赶紧回去，但根来依然不肯放弃。但基石准一发能量球阻止了根来前进的脚步，因为他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因此死去，更何况根来还是他为数不多的挚友。望着基石准坚定的眼神，姫や、お前をそこまで駆り立てるものは何だ？お前は一体何と戦ってるんだ？俺が戦っているもの。それは
宿命です。基石准用生命完成了最后的变身，在和谁战斗？基石准的答案并不是异生兽，而正是本集的标题宿命。只见奈克瑟斯化作一道光，直接突入了相位空间之中，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中烟之地。而沟吕木早已挟持着佐久田，等待着基石准的出现。あれが君。紧接着，奈克瑟斯和库图拉的战斗开始了。然而，此刻的基石准已经油尽灯枯，面对并不是很强的库图拉，基石准也是打得非常吃力。在被库图拉接连的2次重摔之后，基石准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奴の戦いは終わる。而此时，外界的黑暗大门终于打开，夜袭队直接冲了进去。可当夜袭队抵达中烟之地时，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失去光芒的奈克瑟斯已经像耶稣一样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本集在此刻迎来了结束。虽然本集以绝望收尾，但已经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基石准的孤独奋战已经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而作为反派的沟吕木在本集中扮演了一个审判者的角色，加剧了剧情的黑暗和无力感，让基石准的牺牲显得更为沉重。下一集基石准篇最终决战，我们不见不散。